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体内有癌，夜间知道，睡觉时有3种的不适，那么就暗示癌细胞开始入侵了。恶性肿瘤与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并称人类健康的3大杀手。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，肿瘤越来越成为了困扰人们生活幸福和健康的一大难题。如何预防和早诊断肿瘤，成为了当下肿瘤防治的关键。很多人都觉得肿瘤的发生是悄无声息的，其实在癌症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很多的预示警号，但是很多人往往是视而不见，等到发现时已经发展到了晚期，让人猝不及防。实质上，如果抓住了癌症的蛛丝马迹，认真的追踪，比如一些癌症在睡觉时就可能会给出的暗示信号。一、夜间睡觉出现哪些感觉可能暗示体内有癌了？最近一项在著名医学杂志《自然》上发表的研究表明，白细胞在夜间的转移能力要比白天强得多。这意味着我们在睡眠中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，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睡眠中可能会出现的异常情况，特别是当身体出现以下3种异常时，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检查，以免延误病情。第一种，醒得很早，甚至失眠睡不着。癌症患者普遍存在睡眠障碍的问题，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高达了 95%。 与一般的人群相比，癌症患者的睡眠障碍更为常见，其中结直肠癌、乳腺癌以及肺癌的患者睡眠障碍的发生率较高，其中结直肠癌的患者的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高达 65.4%， 56.9% 的乳腺癌患者的睡眠质量较差，而有 56% 的肺癌患者也存在睡眠的问题。不同种类的癌症因其发病的部位以及病理机制不同，患者在早期所表现出的睡眠障碍的类型也有所不同。究其原因，乳腺癌患者常因癌细胞引起的雌激素紊乱、潮热、出汗导致睡眠障碍；肺癌患者常因呼吸道症状导致的咳嗽、憋气等原因导致夜间醒来；头颈癌患者常因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而被憋醒；前列腺癌的患者可能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尿频和尿急影响睡眠，导致睡眠障碍；结直肠癌患者往往表现出下肢不适，这也是造成夜间入睡困难或者是夜间睡眠中断的原因。第二种，夜间脊椎疼痛。一般来说，人的脊柱不会无缘无故疼痛，除了腰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，癌症也会导致脊柱疼痛。由于癌症发病率较低，所以当出现脊柱疼痛时，人们往往会觉得是劳累导致的腰痛。其实很多癌症，比如肝癌、肺癌和乳腺癌等，都很容易向脊椎转移而导致疼痛。那么为什么癌细胞喜欢向脊椎转移？转移到脊椎又是怎么导致疼痛的呢？一是因为骨机制、骨髓动毛细胞的血管均能够提供丰富的血液供应，可以为癌细胞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。二是骨髓机制中的成骨细胞、破骨细胞等非常的活跃，骨髓中有大量的促进细胞活动、代谢和增殖的细胞因子，这就提供了一个促进细胞增殖的微环境。这2大特点决定了骨的环境很适合癌细胞生长。而脊柱作为人体最重要的骨，拥有骨骼中最丰富的血液供应和最活跃的环境，使得癌细胞可以在骨髓中更加的肆意的生长。当癌细胞在骨骼中生长和繁殖时，它们会释放出许多的化学物质，这些物质可以刺激破骨细胞的活动，导致骨头的破坏和疼痛。特别是在夜间，这是因为癌细胞在夜间的生长和繁殖的速度更快，释放的化学物质也更多，从而刺激破骨细胞的活动更加的剧烈，导致疼痛更加明显。此外，患者在夜间身体处于休息的状态，注意力也相对集中，因此更容易感受到骨痛的症状。
第3种，夜间发烧。为什么长期夜间发烧也要警惕是癌症的可能呢？这是因为当癌细胞开始生长和转移的时候，总会引起体内的组织损伤，释放的细胞内抗原。同时，因为免疫系统的攻击或者是营养不足而死亡的癌细胞也会破裂，释放出细胞内的抗原的物质，导致组织发生炎症反应。此时，免疫细胞会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，而这些细胞的因子会刺激体温控制中枢，就会出现体温升高的症状。所以，长期夜间发烧往往预示着体内有癌症，需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。除了癌症早期要及时的发现，预防癌前病变对于预防癌症也是很重要的。哪些身体上的变化是癌前病变的特征呢？又应该如何的看待这些变化？5种常见的疾病被认为是癌前病变，别大意。癌前病变是指这种病变并非癌变，也不是癌症的某一阶段，但是放任其发展下去，就可能会最终导致癌变。所以对于这种癌前病变，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，将癌症扼杀在摇篮里。第1种，慢性萎缩性胃炎。慢性萎缩性胃炎在慢性胃炎的基础上，胃黏膜发生了局部性、广泛性的腺体退化、萎缩以及黏膜层变薄的现象。因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患者胃黏膜长期的受损，细胞往往容易发生恶性转化，癌变的风险相对较高。但是确诊慢性萎缩性胃炎后，只要及时的接受正规的治疗，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一般不会导致癌变。一般来说，慢性萎缩性胃炎通常伴随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，此时进行相应的抗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必不可少的。其次，萎缩性胃炎的严重程度和吸烟、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息息相关。如果确诊慢性萎缩性胃炎，一定要戒烟戒酒，千万不能轻视医生的劝告。最后，吃饭最好是细嚼慢咽，不要暴饮暴食，少吃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来保护胃黏膜，而且应该少吃腌制、烧烤类的食物，以免食物中的致癌物质刺激已经病变的胃黏膜，促进其癌变。第2种，腺瘤性肠息肉。腺瘤性肠息肉是肠息肉的一种，被公认是癌变几率较高的病变。一般来说，从息肉产生到最终发生癌变，需要5到15年的时间。如果在这期间对息肉进行了肠镜切除，就可以大大降低肠癌的发生几率。对于肠息肉的预防，医生建议定期的进行肠镜检查，发现息肉后由医生判断处理。生活习惯上，少吸烟喝酒，少吃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，多吃粗粮，少吃精致的和腌制的及熏烤类的食物。每周进行3次以上的运动，可以有效的减少肠息肉发生的概率，预防肠癌。第3种，肝硬化。一些肝脏的感染，比如乙肝、丙肝病毒感染，可能会导致慢性肝炎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肝硬化。肝硬化与肝癌之间关系密切，尤其是甲胎蛋白升高的肝硬化患者，肝脏已经出现了癌变。对于肝硬化患者，医生建议定期的进行肝脏病检，并且积极的进行肝硬化的治疗。同时，生活中要注意戒烟限酒，避免疲劳，清淡饮食。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。对于女性来说， HPV 感染很容易导致宫颈上皮细胞的瘤样病变，而这种病变一共分为3个等级，等级越高越容易癌变。不管有没有性生活，我们都建议女性接种多价 HPV 疫苗，以预防宫颈癌的发生。同时，40岁以上的女性最好每年做1次 TCT 和 HPV 的检测，同时应积极的治疗慢性宫颈炎，以及注意私处卫生。第5种，交界痣。交界痣是指长在手掌、脚底、外阴等部位的痣，这些部位的痣由于长期的与外界摩擦，很容易产生癌变。一旦发生这些部位的痣出现了形状变化、边缘模糊、颜色变化的特征，或者是体积扩大，渗透进入周围皮肤时，发生癌变的几率较大，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。研究揭示，这些生活习惯真的可以防癌。美国女性健康杂志曾发文指出，
经常的做园艺可以调节女性的内分泌，有助于保持正常的激素水平，可以显著降低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。而最近《纽约刀指刊》的一篇文章表明，园艺疗法可以降低男女癌症、慢性病的风险，还可以显著地降低压力和焦虑的水平。园艺疗法对生活改变的主要有：饮食中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蔬菜，人们进行更多的体育锻炼，同时人们在园艺活动中往往心平气和，放慢生活节奏。园艺疗法从饮食、锻炼和心理3个维度调节人的健康状态，减少了癌症的发作率。北京协和医院联合美国癌症协会进行了20年的随访，结果表明，保持活跃的运动状态可以降低患癌风险达 73%。 这里说的活跃运动状态是指在运动时心率保持为最大心率的 75%。 对于成年人来说，活跃运动的强度是心跳大约在120到140次每分钟之间的强度。另外，锻炼抗癌的黄金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。根据实验的数据，清晨8点到10点锻炼的人能够降低 26% 左右的综合癌症发病几率。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早上8点到10点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，保持心率在130左右，坚持45分钟即可达到抗癌的效果。预防癌症关键还得重视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定期的进行体检，及早的解决这些警示的症状，防患于未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